是叫你等一等吗？你为什么乱跑？我小妹妹，你不是说要报案吗？再找人帮你。阿姨，你可以帮我吗？你叫小薇吗？阿姨，我在电视上看过你，你是一个很厉害的警察，对不对？阿姨没有这么厉害。你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外面的那些哥哥姐姐啊？阿姨是因为有他们的帮忙，所以才会这么厉害的。那阿姨，你可以帮我吗？你要我怎么帮你呢？你不用怕，如果你不想告诉别人，阿姨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你可以帮我妈妈吗？我要怎么帮呢？她被打，很可怜。你怎么知道她被打？这是你妈妈吗？你在家录的啊？小薇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是谁打你妈妈？打你妈妈的人，你认识吗？阿姨，可不可以不要有人坐牢？你们怎么看？婚内性侵，又或者两者都是？你们先把小薇送回家，再观察她家里的环境。 Yes, ma'am. ma'am。小薇啊，你是怎么来警察局的啊？坐 taxi 咯。我跟 taxi uncle 说我要去最大的 police station。哇，小薇真聪明，小小年纪就大得势了。小孩子这样子做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冠霖姐姐说的对，小孩子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哈。啊，对了，你这样突然跑出来，家里人不会担心吗？妈妈叫我做功课，就出门了，家里没有人。所以你就自己跑出来？哎呀，他又不是跑去玩，他是因为担心妈妈才来找我们的啊。小薇，你有被打吗？真的？真的。看看，躲，出来，给我出来！小薇带路吧。妈妈，小薇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妈妈好担心，差点就要报警了。你们是？我们是警察。谢谢你们把小薇带回来。其实是小薇自己来警局找我们的。
这位太太，我们在哪里见过面呢？你很面善呢。我不认识你，小薇，以后不可以这样子麻烦警察叔叔跟阿姨了，知道吗？对不起啊。等一下，你不问为什么小薇来找我们吗？小孩子顽皮，我会好好教他的。啊，等一下不好意思，我尿急，老人家憋不了尿，借你的厕所用一下啊，谢谢。哎，你在等人吗？我以为小薇不见了，就打电话给我老公，他可能要回来了。那正好，我们有事要问他。你们要问什么啊？我们很好，我们一家人没事啊。你们怎么会？小薇，借用一下。大人有些事，小孩可能不明白，可是当这些事情影响到孩子的时候，或许大人就应该站出来面对了。我不明白你们的意思。你的老公是不是打你，还逼你跟他发生？我的老公他工作压力很大，是我的问题，不关他的事。我当了警察30多年，看过不少类似的案件。很多女性往往合理化丈夫的行为，认为这是当妻子的义务，其实不是的。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，就算是你老公也不行。婚内性侵是家庭暴力还有性暴力的一种形态。如果你继续忍着，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的。拜托你们不要再说了。妈妈，你女儿想要帮你，可是你也要帮你自己。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帮我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Mrs. Lo， 你们走好吗？你可以为小薇想一想嘛。关宁，走吧。sorry， sorry， 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。那时候他的手臂已经伤痕累累了，现在肯定还有伤的，要不然大热天的为什么要穿长袖长裤呢？哎呀，刚才应该继续问，他说不定就会说出来了。他不会的。他不可能一直护着自己老公吧？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小薇着想啊！不是每个人都配当父母。我也是当了爸爸之后才明白什么叫天下父母心。不过我还是不相信，有当爸妈的可以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到底活在什么理想世界？你没有看新闻的啊？这个世界上杀死自己孩子的父母多的是。妈妈为什么要丢掉我熊熊？因为你不乖，为什么要叫他们来？我要他们帮你啊！我们不需要别人帮。我不要你每天被打，我不要你动动。
小薇乖，是妈妈不好，是妈妈的错。既然 Mr. Slow 不肯报案，我们也不能逼他。可是小薇都那么说了，万一她也被打，那怎么办？我跟小薇互动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她身上有任何被家暴的痕迹。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也不会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，如果强行的把她从她家人身边带走，对小孩的身心不健康，也会破坏她对我们的信任。那我们还能做什么？我会让2个 IO 负责跟进，偶尔上门探访。其他的啊，就只能够等 Mr. Slow 自己想通了。Ben， 我可以负责跟进吗？Ma'am， 就让关林试一试吧。SOD 刚成立不久，这种案件他还没遇过。？Thank you, ma'am。你干嘛？不吃啊？我帮你解决。核桃其实很有营养的，我经常让我女儿吃。你为什么不吃啊？很硬。年轻人牙齿这么脆弱啊？今天一凡跟君豪拿 off 好像就少了很多人哦。对了，很少看你拿 off 了，不必陪男朋友啊？不用。至少要陪家人嘛。哎呀，不要老是只顾着工作，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，我们要 work-life balance， 不要不听老人言哦。对啊，吃饭尽量少说话，不然会影响消化哦。是是是。开不开门？你不开门，我撞门了！开门呀！开门！我出去，他们叫回来就发酒疯。谁说你开锁？哎，谁叫你锁门？哎，说啊，谁叫你的？哎，说！咬我！你咬！再咬啊！找谁啊？警察姐姐，哎，小薇，你先到房间去做功课啊。你的同事都来过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啊？我是来找 Mr. Slow 的，他在吗？不在。真的啊？我干嘛要骗你啊？哎，你们警察很奇怪啊，总是喜欢怀疑人。那我可以进去等他吗？不方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以为她是你的老婆，门一关上，对她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说的对，就因为她是我的老婆，我爱对她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关你们的事。不要再来了。可以不要吗？我肚子痛。你知道我每天在公司要面对多少压力吗？你是我老婆，你就不能够配合一下吗？我算了算了。
看这边 Cookies？ ，No No No， 它不叫 Cookies， 我已经帮它改名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它叫 François。粉刷？你家里装修啊？什么奇怪的名字 Hello，François 在 France 是很常见的名字，OK。？Hello，这里是 Singapore，not France，OK？ Come here, François. Come, good boy. Sit down. Sit. 有没有看到啊 ？François, come. Come here, François. Come. 他不认得你这个主人啦。François. François, come. 哎，对了，他怎么会让你领养的？我是看他可怜啊，主人都不在了，根本没有人理他。郭文浩没有其他的家人可以照顾他吗 François 都被送进领养中心了，所以我才把他带回家的。 Cookies，是 François。你不要跟我讲你领养他啊！都假。哎呦，Cookies 好可怜啊，居然碰到这种主人哦。什么可怜啊？我跟他郭文浩不一样 ，OK？ 除了我们的身家背景以外，其他的都不一样啊。François。喂，小薇在医院。 Hello， Hello， 小薇。Hi, Mrs. Long。小薇啊，手还会痛吗？有糖吃就不会痛了哈。小薇真乖。Mrs. Long， 妈妈很快回来。 这只是意外，小薇也伤得不严重，所以你们他究竟是怎么受伤的？今天早上，我老公在家里接到电话，说公司可能会裁员。我看他心情不好，就劝了他几句。是我不会说话。 火上加油，惹他更生气。他只是轻轻推了我一下，刚巧小薇就在我身后。然后呢？小薇撞到餐桌，玻璃杯掉到地上，小薇的手臂就那么刚巧被玻璃碎片给割伤了。真的只是意外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 Mr. Lo 现在在哪里？他刚才还在的，不过要赶回公司，就我老公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们看，现在小薇也没事了，你们两位可不可以不要再追究了 ？Mrs. Long，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小薇这次受伤，有关部门的人会介入调查，确保你们的家庭环境适合孩子居住。 我老公是不会伤害小薇的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一次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啊！拜托你们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？就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？给多少机会都没有用。这或许是第一次，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。你应该很清楚。 小薇，这个给你，可以告诉我他们是谁吗？这是我，这是妈妈，这是爸爸。他们在做什么？我在玩，妈妈在煮东西，爸爸在客厅干什么？爸爸在看电视。 来，这里呢有几张卡，那你帮我呢选一张给自己，一张给爸爸，一张给妈妈。阿姨，可以
以放2张吗？可以呀。妈妈为什么害怕和难过呢？因为爸爸生气。你常常看到爸爸生气。爸爸有时生气，有时不生气。爸爸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会骂人、打人。打妈妈。爸爸生气也会打你。你会怕爸爸？不会。爸爸不生气的时候，会买东西给我们吃，还会带我出去玩。我喜欢爸爸。据我观察，小薇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小孩，但她也应该感受到自己家里的情况和其他朋友不一样，充满着负能量。我比较担心小薇其实是有被打，但是不敢说出来。被父母暴力对待的小孩通常会有一些迹象，例如害怕大人的触摸，或者是情绪起伏很大。可是我在小薇身上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况。了解他爸爸时，也不觉得他会害怕或者憎恨爸爸。那他会不会反而因为爱爸爸而撒谎，想要保护他？小薇在回答问题时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，但提起他爸爸时，他有点犹豫，但感觉他是在思考如何表达，不像是在想办法撒谎。我还是觉得，如果小薇继续待在那个家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像 Mr. Lo 这种人是不会改的。我们一定要找到他家暴的证据，把他关起来。我们会继续调查的。谢谢你 ，Jackie， 特地下来帮忙。不客气。下次我再找你和吴叔叔一起喝茶。以前老听应秋说要设立一个像 SOD 这样的部门，我还承诺，如果真的办成了，谁是应秋啊？的话，我一定会义不吴应秋容辞的帮忙。吴 Sir 啊？所以 Ma'am 讲的吴叔叔也是他，他真的是 Ma'am 的叔叔啊？还有另外一宗也是蛮棘手。Ma'am，不如让我试试，看能不能说服小薇带监视器回家。等录下 Mr. Lo 伤害老婆孩子的罪行，我们就可以马上行动了。你要小薇做这件事，没有问题的。我跟小薇见过几次面，已经建立了信任感。我不是指这个，你这么做，真的能够保护到她吗？至少我们可以把 Mr. Lo 从他们的生命中除掉。这种老公这种爸爸，不要也罢。谁给你资格这么做？对，有些受害者确实是希望加害者可以去坐牢，离他们远一点。但还是有很多受害者像 Mrs. Lo 一样，他要的不是破案，他是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保住这个家。不是只有被定罪才算是尽到职责的，明白吗？这不是我们警方能做到的事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尝试，只是你不愿意。我了解你的家庭背景，我知道你跟你父亲的事。当初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我有考虑过，这会不会影响你？我没有被影响。我观察了你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你在查案的时候，总是不能够客观地看待一些事情。Ma'am， 不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你需要时间去沉淀一下。Ma'am， 我已经决定了。
关令来的正好，你看看这个。关令没事吧？如果你想帮他，你就去调查一下 Mr. Low 的成长背景吧。1994年的案件，可是之后就没有后续调查了。我去问问老同事们，可能有人会记得的。嗯。关令他，你是他的partner，我相信你也看得出来，他在处理这宗家暴案，投入了一些个人情绪。所以 ，Ma'am， 你知道背后的原因？他有一些家里的事，还是没办法放下。平安，你不是很会说吗？啊，说啊！打过吧，打过我去报警。你敢？去啊！为什么不敢？有种你就杀了我，我一定让你这混蛋去坐牢。你以为我不可能？你是我生的，我要你死你就死。Ma'am，昨天是我太冲动了。我都说过了，那天的事是一场意外，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让小薇回家？Mr. Low， 我们请你来不是为了那件事。我们调查过你的背景，知道你8岁的时候曾经因为脖子扭伤被送进医院，对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我们也访问过你的旧邻居，知道你的父亲脾气不是很好，经常打骂你和你妹妹。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。你妹妹结婚后，你母亲搬去跟她住，留下你父亲一个人。请问你知道你父亲的近况吗？不知道，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。我们查到，你父亲经常出现在这里。你觉得你母亲和你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会开心吗？我又不是他，我怎么知道？那你太太呢？你觉得她现在开心吗？我没有出去找女人，我不抽烟不喝酒，赚来的钱全部都给了她，她有什么好不开心的？你会怕爸爸吗？不会，爸爸不生气的时候会买东西给我们吃，还会带我出去玩。我喜欢爸爸。你有没有告诉爸爸你不喜欢他生气？有时爸爸去上班，妈妈会躲起来哭，他哭我也哭，不知道为什么爸爸要这么凶。有一次，妈妈在厨房玩刀，她的手流血，我很怕。她看着我就一直哭，她说：“如果快不在了，我要乖乖，我不要妈妈不在，我不要。”家庭暴力的伤害不会明显的呈现在孩子的外在，而是内心。有些孩子看到爸爸打妈妈，觉得那是很普通的事，甚至觉得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等他们长大之后，也会重复父母当年的行为，形成恶性循环，就像你一样。如果小薇长大跟别人结婚后，她丈夫也经常打她，你不会希望小薇把这一切都当作正常的吧？
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我的工作压力真的很大，很多时候我都告诉自己我不想再继续了。但是我一想到我的家人，我就只能够硬着头皮。我也很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没有用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我也不想的。很多案件看上去一样，但未必是一样。小薇不是你 ，Mr. Low 也不是你爸爸。我们查到，你父亲经常出现在这里。晚餐准备好了。对不起。警官，怎么那么巧？不是巧，我是特地来看他有没有来上辅导课。我先进去了。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坏，还是有救的。有一些受害者一直到被加害者打死的那一刻，都还是觉得他们有救的。不过，他愿意去上辅导课，那是好的开始。那天他告诉我会去上辅导课，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。我也真心希望他能改过自新。不过，如果有一天他还是使用暴力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。这不只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小薇。一个小女孩最需要的，就是她的妈妈。难得 Man 会来，一定是看在美女医生的面子上了。叔叔，谢谢谢谢。阿姨，可以给我空酒瓶吗？空酒瓶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可是我不是叔叔，我是狗狗。你要这个干嘛？我要拿去卖。这个可以卖钱啊。我帮你好不好？谢谢。放哪里？里面吗？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
我不开心的时候，你总是知道。很多家暴都没有好收场，这次的案例啊，总算是一个好的结局。对啊，希望 Mr. Low 上完辅导课后能够改掉他的坏脾气。其实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 Mrs. Low 这种受害者，他们不肯站出来？如果他们站出来的话，就能阻止这个恶性循环啦。那不一定。警官啊，我有个朋友常被老公打。每次说是朋友，都是在讲自己的。那她应该来报警。如果她有被打的证据，我们会控告她老公。如果她有钱，可以把自己保释出去吗？可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下判前，她哪都可以去，甚至可以回家？如果你朋友担心的话，她可以申请保护令，又或者申请通过电子监测留意她老公的行踪。甚至可以暂时住在庇护所或者亲友的家。如果她老公神通广大，还是可以找到她，她能干嘛？拿那张保护令给她看。她可以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会马上赶过去。万一你们没赶到，老公就拿刀去砍我朋友呢？所以她来报警，希望得到帮助。警察抓了她老公，老公被惹火了，但是又不能担保她老公被释放出来之后不会再去伤害我朋友，我朋友一样要处处小心，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干嘛对我这么凶？我又不是那个老公。法律的制定应该从各个方面去考量，它不可能是完美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尽力的去维持它。例如。假如你这个朋友报警，你就可以告诉他，他接下来可能会面对的危险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。再看他需要怎么样的帮忙，或者是资源来保护自己，我们再协助他。这就是英九这些年来一直想做的事，看来他找你是对的。可惜啊，我现在才发现警局有这么厉害的心理医生。干嘛？要我分析你吗？可以吗？我也在大学当兼职教授，最喜欢分析别人，尤其是杀人犯。根据研究，一个人会演变成罪犯，往往跟原生家庭有关。你父母是怎样的？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他们去环游世界了。上个月他们去了西班牙，上个月去了迪拜，现在好像不知道中东哪里。你父母开金矿的。还环游世界嘞！那你父母呢？双亲健在，和蔼可亲，多谢关心。那你呢？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，我是外婆带大的。听你的语气，外婆应该对你不错。原生家庭的影响虽然很大，但我相信自己选的路更重要。妈，哦，几点那么早啊？你在干嘛？在抢救这张椅子哦。脚都断了，万能胶可以吗？哎，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椅子啊！你刚来那几年啊，常常抬这张椅子躲在那个角落头看书的。我现在都坐不下了。没办法，哎，你爸爸的毛病传给我了，什么旧东西啊，都当成是宝。我也不是什么旧东西，你们一样把我当成宝，用心的抚养我，栽培我。你呀，是上天给我跟你爸最棒的礼物。
女儿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想，你长大了会是什么样子？会不会像你妈？可是我进来这么久了，你都没有来看我。也对，是我以前对不起你。不过幸好你还愿意来看我一眼，我死都瞑目了。爸爸老了，最近的身体也不太好，可能也活不了多少年。女儿，你能不能去跟法官求情，看看可不可以把我早一点放出去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可是爸爸几岁了，我真的不想死在牢里。女儿啊，我答应你，出去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向你赎罪，好不好？你不是一直希望等你妈妈回来，到时候我们一家就可以团聚了吗？可是怎么办？我希望你被关一辈子。婉玲，你这个贱人！真的没有想到你心这么狠毒。我是你爸，你居然陷害我进来坐牢，这个不孝女！有种你就杀了我，我就让你这混蛋去坐牢。你以为我不可能？你是我生的，我要你死你就死。早知道你心这么狠，你一出生我就应该亲手掐死你了，狼心狗肺！我等着看，你只是会有报应，最好现在一出门马上被车撞死。有些人或许有得救，但你不会是其中一个。关丽，这个贱女人，你跟你妈一样贱！我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死！可回忆有太过执着，紧追着在身后。谁为我住我的手？谁会紧紧抱住我？告诉我一切还值得拥有。But this pain won't go away。该怎么独自面对？最熟悉的脸孔变成了噩梦。无数的夜晚，我还是无法入睡。